从完美女主到真实可爱，审美的悄然转向。曾几何时，华语影视剧中的女主角往往被塑造成近乎完美的存在，美丽、聪慧、坚韧，无所不能。然而，这样的角色在信息爆炸与观众审美升级的时代，逐渐显得有些遥远与不真实。观众开始渴望一种更贴近生活的情感连接，一种能够映照自我情绪的角色表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谭松韵与赵露思为代表的可爱系女主迅速崛起。她们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理想化符号，而是带着些许笨拙、偶尔迷糊却真实可感的人物形象。这种可爱并非简单的外貌标签，而是一种情绪表达方式，柔软但不脆弱，温暖却有力量。观众在他们身上看见的不只是角色，更是生活中那个会犯错、会犹豫却依然努力前行的自己。很多人误以为可爱型女主意味着单一的甜美与轻松，但事实上，这一类型的成功恰恰来源于其情绪层次的丰富性。以谭松韵为例，她的表演常常带有一种自然流动的生活感。无论是青春题材还是都市剧，她都能在细微的表情与语气中传递出人物的真实情绪。她的可爱更像是一种不加修饰的真诚。而赵露思则展现了另一种维度的可爱，更具活力与喜剧节奏感。她擅长通过语言节奏、肢体动作与表情变化，制造轻盈却不浮夸的情绪张力，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角色的成长与挣扎。这说明，可爱并非单一风格，而是一种可以被不断重塑的表演语言。可爱型女主的流行，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观众心理结构变化的直接反应。在当下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环境中，年轻观众更倾向于选择能够带来情绪舒缓与心理慰藉的内容。而可爱正好具备这样的功能，它不需要强烈的冲突，也不依赖极端情绪，却能通过细腻与温暖，建立一种长期的情感连接。更重要的是，这类角色往往具有成长性。他们可以从青涩走向成熟，从依赖走向独立。观众在追剧的过程中，不只是消费情节，更是在参与一种情感陪伴与自我投射。因此，可爱不再只是娱乐属性，它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治愈意义的叙事方式。对于演员而言，可爱型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这一类型更容易被观众记住，形成鲜明标签，但另一方面，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陷入角色重复与表演单一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谭松韵与赵露思都在不断尝试突破这一标签。他们通过选择不同题材，调整表演方式，让可爱成为基础，而非限制。这种转变也反映了整个行业对演员要求的提升，不再满足于单一人设，而是鼓励多维度发展。演员需要在保持观众熟悉感的同时，不断创造新鲜感。这是一种更高难度的平衡，也是一种更具长期价值的职业路径。从市场角度来看，可爱型女主的流行具有清晰的商业逻辑。首先，这类角色更容易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他们的表情、台词、互动方式往往具有高度可剪辑性与二次创作空间，能够快速形成话题与热度。其次，可爱具备跨文化传播的潜力。相比复杂的文化背景或沉重的主题，轻盈而真实的情绪更容易被不同地区的观众理解与接受。此外，制作方也逐渐意识到，观众对真实感的需求正在超过对戏剧冲突的依赖。因此，在剧本创作中，人物的情感逻辑与性格细节开始被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可爱的流行并不是审美的倒退，而是内容创作向人性深度回归的一种表现。当可爱型女主成为主流之后，真正值得思考的，并不是它还能流行多久，而是它是否正在悄然改变观众与内容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可爱
如果只是停留在表层标签，那么它终将被新的潮流替代。但如果它能够不断进化为一种更真实、更复杂的情感表达方式，那么它就有可能成为长期存在的叙事力量。所谓如何更真实，本质上是对人物深度的再要求。过去的可爱更多依赖外在表现，甜美的笑容、轻快的语气，甚至是略显夸张的行为设计。但未来的可爱则需要向内生长，它应该包含矛盾、脆弱、挣扎与选择。一个真正打动人的角色，不是永远阳光，而是在低谷中依然保有温度，在困境中仍然选择善意。这种带有复杂性的可爱，才更接近现实人生，也更具持久吸引力。与此同时，观众的审美也在发生微妙转变，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情绪，而是渴望参与角色的成长过程。观众希望看到人物如何面对失败，如何修复关系，如何在不完美中寻找自我价值。这种成长型观看体验正在推动华语剧从单一情绪输出转向更具层次的情感叙事结构。从行业角度来看，这种变化也在倒逼创作升级。编剧需要构建更有逻辑的人物弧线，让角色的每一次转变都有迹可循。导演需要通过更细腻的镜头语言捕捉情绪的微妙变化，而演员则必须具备更高的情绪控制力与表达精度，让可爱不流于表面，而是成为人物性格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可爱的进化也意味着题材边界的拓展，它不再局限于青春爱情或轻喜剧，而是可以融入现实题材、职场叙事，甚至社会议题之中。当一个角色在面对现实压力时依然保持温柔与幽默，这种反差本身就具备极强的戏剧张力与情感穿透力。因此，与其说可爱型女主是否会过时，不如说观众正在等待一种升级版本，更真实、更复杂、更有力量的女性形象。可爱只是入口，它降低了情感的距离感，而真正让人留下来的是角色背后的生命力与成长轨迹。可以预见，未来的华语剧不会抛弃可爱，但一定会重新定义可爱。它将不再只是风格，而是一种关于人性温度的表达方式，一种在复杂世界中依然选择柔软与坚定的能力。感谢你看到这里。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娱乐行业中，每一种流行趋势的背后，其实都隐藏着观众心理与社会情绪的深层波动。可爱型女主的兴起，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审美偏移，更像是一种时代情绪的温柔回响。当现实变得复杂而充满压力，观众便更加渴望在荧幕中寻找一种柔软却不失力量的情感出口。所谓可爱，不再只是外在气质，而是一种能够包裹脆弱、承载成长，并传递善意的表达方式。它让角色更接近真实的人，也让故事更贴近真实的生活，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更深层的情感共鸣与精神连接。进一步来看，这种趋势也在悄然推动创作逻辑的升级。角色不再依赖单一标签取胜，而是通过细节与情绪层层递进，让观众在陪伴中感受到人物的变化与自我投射。这种慢共鸣的叙事方式，或许正是未来内容竞争中更具生命力的方向。那么，我们也想把问题留给你。你认为，可爱型女主会成为长期趋势，还是阶段性现象？在你心中，一个真正打动人的女性角色，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未来的华语影视剧，又应该如何在娱乐性与人文价值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也别忘了点赞与关注，让更多人一起参与这场关于内容、情感与行业未来的讨论。